美国人现在也希望他们国家能够正常一些啊。为什么关税上上下下，经济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呢，大家就在问川普什么时候他会再出手？现在呢，他一再的喊话要跟习近平见面，两个人生日差一天，都是双子座的，又在讲了，我6月可以见哦，我有时间哦，欢迎来跟我举行高峰会，我不介意，生日的时候开趴一起都可以。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讲，你去叫记者去问那个中国的外交部，他的讲法都是我没有任何的讯息可以提供给您，就是只有这几个字而已。所以呢，到底美国想要什么？他们现在想知道的是，川普你一定是要什么你才会来跟我讲嘛？那你哪有那么好心，真的只是要来找我喝茶？好，现在有一个讲法是说呢，美国要以牙还牙，传发现中国的船最多，所以现在呢说他们的海事监管机构呢要在美国的港口向中国的船东来征税，说这样子呢才能够以牙还牙。先前讲出了一个数字，叫做150万美元的费用，但实际真的开始会是怎么样不知道，只是已经有经济学家告诉你了，因为大部分的船真的都是中国制的，所以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你的煤炭要不要靠船运啊？你的农产品进出口要不要靠船啊？那你这有可能会对于这些市场，还有的就是你的货运，还有就是你的物流、贸易商，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而且呢，现在另一个关税的风险是什么？铜制品。好，因为钢跟铝之后，他又点名了铜嘛。那现在铜呢，他们说还要再看看要如何来制定税率。这一段时间的空窗期，因为被点名了，所以呢就发现了美国的港口呢很有可能会被大量的铜给淹没。那国际间呢，比如说 Bloomberg 他们就会比较担心，说会不会大家因为现在铜的价钱在美国可能他们急需要货会比较高一些，那会不会所有的船通通都去了美国？那会造成其他比如说中国啊这种高需求铜的国家会面临干涸呢？但中国其实呢在之前几年也开始跟秘鲁啊等等开始进了一些铜矿，所以这一些呢都要看看后续美国他们的一个动作，确实引发的就是市场上面蛮强大的一些反应。比如说现在欧盟他们就提议要削减15%的钢铁进口配额，要应对的就是美国的关税，还有的就是干邑业啊，就是呢他们这些进口酒啊，真的是双关税。原因是本来他们就有对中国来进行关税，对吧？结果现在美国又要对他计关税，那他就双关税了，没办法了。外长要27号到中方访问，希望呢能缓解一下欧中的关系。川普可能比较讲不通，中国也许比较理性一些。那主要呢要对中这边来对话，就是因为他们的干邑业对华出口呢4个月是已经降了有60%，所以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关税对于中国市场上面它非常明显的一个取向跟影响。那另一个部分是什么？是如果再这样关税下去的话 ，UCLA 也经济预报中心告诉你，衰退那个很可怕的 R 字 recession 又回来了，说第一次他们发了一个衰退警报，而且呢时间点就在未来1-2年内。那你会说啦，如果现在呢比如说关税会造成高通膨嘛，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降息呢？因为关税高通膨降息好像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鲍尔就说啦，你关税你要好好的管控，不然你真的会拖累经济。所以高通膨跟降息没关系，是你关税才有关系。但这个讲法，你认为川普听得进去吗？当然，他本来就没有很喜欢鲍尔啊。他现在告诉你了 ，Fed 你最好要降息。虽然讲的是你最好要降息，可是感觉上面那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命令，因为它降息呢是用英文的大写字来强调你最好要降息。川普这样讲了，会不会下一次真的对于鲍尔就会更加直接一些？我们想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川普呢现在基本上关税还是拿在手上，没有放到桌子上。那您怎么样来看？他想要跟习近平见面，又再一次喊了6月。要习近平先去美国访问，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啦。因为中国的做法就是稳扎稳打，他们就希望高峰会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成绩单嘛，所以一定是商务部、财政部这些人要先见面的啦。不可能像川普这样临时发想啊！而且讲白了啦，2017习近平也去了海湖山庄啊。对。2018贸易战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很好。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是在观察2个东西啦。第一个就是川普到底要干什么？看不出来，因为他现在有点像方唐镜啊，一下跳进去，一下跳出来，也不知道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中国也想知道我可以得到什么。因为川普要什么大概很清楚了。第一个就是俄乌战争，那中国要协助嘛。那第二个就是川普希望美中签一个新的经贸协定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清楚的。因为他已经发现他加了2次10%，中国还是不理他。对。那这样他就没有从中国那边得到明显的好处啊。比如说他希望你买粮食啊，希望你买能源啊，那中国怎么可能同意？现在那个天然气还被加15%的税，就中国反制啊。所以我觉得川普的目的是蛮清楚的，是。然后他有时间的压力，因为俄乌战争一定要赶快结束，那这样国际油价才有机会降下来包括沙特阿拉伯大家进来谈判嘛，那这样才能够降低美国通膨的压力，是。那这样他才能够叫联准会降息啊，对，所以这几个都是联动的，所以俄乌战争无论如何要结束啊，那现在你不觉得他有点对普京使不上力吗？对呀，就俄罗斯就觉得我在上风啊，我为什么要让？所以他就想拉几个大，就中国大陆对俄罗斯还讲得上话嘛，那你这样就是有求于我咯。那中国大陆当然会觉得说，那你要不要帮我什么事啊？问题在这里了，那中国大陆有可能会说，你要来签新的经贸协议，那你半导体制裁你要取消啊，中国大陆一定会对科技制裁做要求的啦，不然怎么签经贸协议？那第二个，你要叫我在地缘政治帮俄罗斯的忙嘛，俄乌战争，那你台湾要不要处理一下？会不会导向这样？我不知道。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赖清德的噩梦了。可是我觉得现在目前的局就是这样。就是川普很急了，所以他就放卢比奥出来反中嘛。所以赖清德最近手舞足蹈嘛，就觉得美国国务院是挺我的啊。可是美国国务院不等于白宫啊，问题在这里啊。所以未来还是会有一些变数啊。那其他的我觉得还是要看啊，不然这个贸易战的逻辑我现在还是看不懂。都是一下我搞你，你再搞我，一下我搞你，或者一下我延缓，就这样。目前看不到整个结构是什么，还看不到。对等关税要等到4月2号。对。等到4月2号，而且这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变数。虽然他说大家都一样，那就是有的时候每日的变化都会跟你看到的那个新闻媒体的时间会不同，你要一直跟它更新。所以请教盛峰委员，您会看出什么样的端倪？我们这样来看看第一个呢，美国呢是金融经济的重镇，对，那金融经济所展现出来的无非就是股市啊、债市啊这些金融市场的表现嘛。那你从川普上台之后呢，这一个整个的股市的表现看起来好像不太妙，因为它是最敏感的反映市场的一个条件嘛。不管你对他怎么讲法，升的时候你可以说有各种不同的利多因素给他，可是当降的时候，那为什么会降？因为大家就感受到整个的环境是变了。第二个呢，就是说，川普的整个的对外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当断则断，不断自乱了。”宁愿做错的决定，而最怕的是不做决定。因为做错的决定还可以再回头，知道我错在哪里。但是当我不做决定，在那边摇来晃去、摆来摆去的时候你的对手不知道怎么对付你，你的朋友不知道怎么跟着你，然后呢，你的内部的人也不知道怎么跟上你的步伐。那你想想看，这会变成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反反复复真的比错误的决定还更可怕。所以你可以看到关税现在丢出了一个叫15个最肮脏的国家。我今天去找了大半天，台湾也在想说，我是不是里面的一个？假如台湾也被界定作为最肮脏的国家，那很丢脸呢。为什么？这台积电才送给人家，那 dirty， 哇靠！这个我想了，我都红大了，是吧？然后他现在对抗的是谁？现在压力遭受最大的
不是中国是他的盟友，他长期的上下的盟友，一个加拿大，一个墨西哥这两个现在简直他跟莫雷西，然后加拿大跟美国，那本来就是巴蒂，从来没有感觉有一天他们会吵架这全世界最好的边界嘛，是没有边界的边界嘛，是吧？我们到美国到加拿大拿个晃护照晃一晃，看一下就过去了，这么样的一个地方，结果现在搞得怎么样子？搞得会是真的是仇人相似这谁做成？因为我搞不懂你的政策是什么嘛。那再过来呢，再来看一看，他现在处理到现在为止，还有一种很奇特的想法，比如说我呢去处罚载具，就是说有一天我去找到了毒枭，结果发现都用Toyota的车子，有没有？那我就处罚Toyota。你说这个通吗？就是我的跟你贸易有逆差原因都是用中国的船，所以我处罚有中国制造的船进我的港口。这个好像全世界好像他从贸易战改成海运战，那个什么战我已经不会说了，我不会说，我来，对不对？你真的吗？那么你现在看，就好像抓到毒枭，然后他用哪一个车牌车子都用，那所以呢，我们就来惩罚那个车厂，那个车厂说，哇，我告诉你，我的车子好也不行，我卖不出去也不行，我的船便宜卖出去也不行，那到底什么叫行？所以呢，再加上他现在呢，那个马斯克的那个效率部现在也搞得也快，好像乱，整个好像王安石的那个变化一样散掉了，散掉。那这个想一想，这个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过有一点，我必须这样说，川普每天活在很快乐的环境里，因为他天天是世界的头版，这个是他最高兴的事。是，来请教一下袁老师。我真的没有想到争论节目变成综艺节目这个川普本身他目前为止所作所为是我先强调一个，他这个只要是中国制造的船就要收150，然后如果是中国自己开中国制造的船的话，就再加100，对，就是250了这个我跟你讲，没有听过，这个不叫关税了，这个就叫做强取豪夺了我跟你讲，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消息是说对美国自己不好，对美国的煤炭农产品不好，是自由时报登的。哇，我的大新闻了！我今天看我特别注意都自由时报我好久，我大概从10年来就没有登过这种对美国不好、对中国好的消息。为什么这种消息？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这个李委员在讲到这个川普，我讲川普有2大个性都是跟我们哲学相关的。第一个自恋狂，自恋狂这个对认同，觉得自己特别帅另外的话，他没有同理心他完全没感觉。像这个没有同理心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看到他那个魏哲家在讲的，一直说他累卷什么讲讲1000亿，过不到2天加1000亿，我开玩笑，就是我听到亮哥讲说，台积电好像总共资产就2000亿全没了，贵挖爬地对不对这个所以说我跟你讲这里面其实你刚刚还是高估了川普。川普他的自恋狂，再加上他的没有同理心他遇到俄罗斯的普丁，他真的是踢到大铁板的。昨天通了电话他是。第一个，普丁故意羞辱他，慢了1个钟头。我跟你讲，川普是不吃气的人。美国人只有金牌，美国人只有金牌没有银牌，但是他忍耐了1个钟头。然后呢，他做了第2件事情的话，就是说，普丁就是嘴巴说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绝对不炸什么能源设施什么的。其他的话呢，我跟你讲，现在已经加了1个州了，苏美州他也要了占的土地我不会退。什么叫苏美就是说你原来库尔斯克不就打下去吗？本来是苏甲苏要跨进去归苏美，他现在已经跨进去。苏美是乌克兰的。对呀，苏美是乌克兰的，但是加了1州本来是5州本来是顿巴斯地区，再加上什么这么2个省再加上克里米亚，现在又来越拖越大。然后川普现在的话，基本上他现在发觉这个人。说句良心话，他没啥脑筋他现在发觉说因为我们在外交谈判当中绝对不可以把底盘伸出去他现在讲说我4月份要见，6月份要开生日 party 什么的，人家根本理都不理他想到中国去，现在想死，解决不了问题。好，其实呢，他手上最想要解决的是什么？真的就是俄乌问题了。但是问题呢是在前线。
俄罗斯打得很顺呐，所以呢，当乌克兰告诉你他要转进的时候，转进的也不是太顺利，因为呢，他本来在苏甲这一边，那被攻入了之后呢，他要转进就一条公路，你看看这一条公路，无人机开始轰炸，无情的攻击。那这个呢是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第一视角，说这条公路呢，国际间现在认为它已经快要变成死亡公路了，因为呢，当你要后撤的时候，根本就会被无人机给锁定，逃不出去。那现在呢，普京其实也已经说了更多的条件。俄罗斯媒体直接讲了，他希望承认5个地方的地主权。什么意思？什么这个5个地方主权的，包括说已经公投的乌克兰东部、南部占领的卢甘斯克啊，或者是顿内茨克州，还有呢赫尔松、扎波罗热、克里米亚先前拿下的，现在公你国际间你要承认下来，而且呢，你要确保这些东西我已经到手的，不需要来归还。那我们再来谈。那目前呢，美俄之间是23号要在沙烏地阿拉伯这边进行谈判，但是呢，美乌应该会先对话，说呢也是会在沙烏地阿拉伯会面。那泽伦斯基只能说，我相信啊，会跟川普啊，会跟美国一起在你的领导之下实现持久的和平。可是问题是，这个和平到底是不是你得同意人家的条件，人家才愿意跟你和平啊？俄方甚至直接讲啦，说我们2国的领导人是可以直接面对来协商的。只是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普京才会出来。那路透呢就直接告诉你了，说基本上现在呢，欧洲这边是已经要联手应对俄罗斯的威胁了。那这样子的一些，比如说单位啦、跨部门单位，现在说在川普上任之后已经停止运作，那是不是就代表着？基本上，川普现在因为他认为他要释出橄榄枝嘛，所以呢，他就没有要再跟欧盟啊、再跟北约这些人站在一起了吗？川普目前的困境就是，你其实要施压普丁也不是，那不施压普丁好像也不是，毕竟他们现在都已经讲得很好了嘛，两边还要办什么桌球、冰球比赛了嘛，哈，现在呢两边都要促成和平了嘛。那如果讲到这样的话，到底谁才是能够笑到最后，拿到你想要的那一些筹码呢？现在在欧洲，其实他们也面临了一些困境，毕竟大家想的其实不太一样，要靠自己不靠美国，所以德国呢，他们军援要在额外的拨款30亿欧元去援助乌克兰，但是他们的经济状况确实不好吧？传说奥迪撑不住了，一个厂呢就要裁7500人，占全球员工总数的8%。这里面当然很多经济的困境啊，或者是雪上加霜。其实问题是来自于美国的关税威胁。法国呢，现在除了说要跟他们讨论我核保护伞，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帮忙我来保护你们新的一个核保护之外，他们现在呢，甚至还说要向全民发送求生手册，里面就涵盖了除了天灾之外，还有战争。大家就在讲，这是不是表示其实那个线会一直往前推进呢？不过最懵的、最觉得大安 A 的可能是英国，因为呢，英国他现在看到欧盟会有1500亿欧元的军备基金，想说，我也算是武器外销大国，应该会来买吧？没有，不好意思，英国、美国通通都被排除在外。换句话说，欧盟、英国已经脱欧了嘛？欧盟内部国家才有可能会用到这1500亿欧元的军备基金，要买通通买自家货，要赚自己来，没有要跟别人分一杯羹。所以回过头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你会怎么样来看？好，毕竟现在在俄乌战的这一块，美国已经说要跟俄罗斯谈了，那乌克兰的转进后退，其实真的有点惨。因为俄罗斯它占战争的上风嘛，所以我当初我就觉得卢比奥在沙烏地阿拉伯跟乌克兰的谈判，卢比奥轻率答应了乌克兰的条件，真的是很奇怪了。因为乌克兰他提那样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他是弱方嘛，我希望停30天，对，那也让我补元气，那让欧洲的整合有点时间，所以这个是对乌克兰有利的，你美国怎么会同意呢？你美国同意了，那你怎么去跟俄罗斯谈呢？因为美国被俄罗斯期待的角色是你是第三方所以你应该要拿出乌克兰的方案来跟我谈对，乌克兰没有方案乌克兰只有停火他也没有说对被占领土地要怎么处理，也没有说要不要参加北约，都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卢比奥真的是一个很没有经验的人啊，哦，你怎么会谈成这样呢？那可是普京，我觉得普京就是老狐狸，普京就知道他需要美国，对，所以无论如何要稳住美国，不要让美国觉得他对这个谈判结果反对哦，所以他就说，原则上我当然主张和平可是呢，我不希望变成明斯克3.0打打谈谈，我要永久和平协议。他第一句话就这样踩死了，然后他接下来就讲，我们那个能源设施可以不要打，是让能源设施不打，对俄罗斯比较有利对，因为乌克兰做突袭嘛，他已经没有办法正规作战了，所以都是派那个敢死队跑到俄罗斯的内部做突袭，所以不打能源设施其实是对俄罗斯有利结果川普说好啊，这老狐狸啊，结果他还是偷偷在前进，对，苏甲打完了，又进入要打苏美目前就是这样啊，然后你看他那个拉夫洛夫的外长，他也不愿意见卢比奥，他知道见卢比奥没有用，他说我们要保持跟美国的沟通，那我会打电话给川普啦，就这样啊，结果真的川普来让他等了1个小时，对，那川普还非等不可，因为他真的很想结束俄乌战争，不然川普哪有人在等1个小时的？拜托，这是谁呀？所以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全世界能够搞川普的，大概只有普京了，这种老狐狸啊。可是我是觉得这样啦，就是这个谈判到最后终究还是要有方案啦。是，你如果没有乌克兰的底牌，那俄罗斯怎么可能把他的底牌给你告诉你？他现在一定都讲他最理想的版本，当然所以就变成5个邦我都要，你都要承认那不能参加北约那乌克兰要非军事化。那欧洲的军队不能进来，都讲这个啊。那讲这个，乌克兰都不回答然后现在我觉得俄罗斯是有点故意的，他要让美国觉得是乌克兰不想谈。因为他没有方案。俄罗斯是有方案的，虽然他那个方案人家不会接受，对，可是他有提他的方案。那你要有你的方案才能来谈嘛。可是我觉得乌克兰碰到一个大问题。没有人愿意提方案，因为你提的就是卖国贼，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你美国代提吧，不然就你欧洲代提吧。我觉得现在有点卡到了这个我觉得这有点像蒋介石啊，蒋介石就不要提方案你李宗仁去提他就跑了我觉得乌克兰现在有点类似这样，这个很麻烦的就是没有人愿意当那个让步的谈判者嘛，就是这样。好，可是泽伦斯基他也说啦，任何方案只要不是由我本人去谈的我都不承认对不对？那个也没有用对，所以这个大家雅尔达会议弄完了，大家被逼着接受。好，这就是大国讲了之后，那你能怎么样呢？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欢迎回来。我们在讲俄乌战争，目前前线的变化，其实跟原本想的可能已经又不一样了。来，请教盛峰老师。这样子这个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你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现在是进攻中要代价，对，他是从进攻去要东西，对，然后这边呢想要妥协来求和，这一场输赢已经出来了嘛，一个是用妥协求和，一个是进攻要东西。输赢已经出来了，你看这个短短的几件发生的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梅德韦茨基讲什么话？说这一个餐桌里面只有美国跟俄罗斯嘛，那么这个法国是春鸡嘛，对吧？那个英国是薯条跟那个炸鱼嘛，是吧？那这个基辅呢？基辅是肉饼嘛，猪排，肉饼，这个被讲成这个样子，可听吗？然后就是晾着你一个钟头在那边等我电话嘛。我呢？我在干什么？我在演讲嘛。对，这个时间国际上早就不可以这样子了嘛。很烂的一个场。不是，他一塌糊涂啊。那我们来想想看，为什么是这样子？你可以看嘛，战场上现在俄罗斯是士气高昂嘛，因为他是乘胜在追击嘛。你说现在乌克兰军队会有士气吗？不会有士气。
他要乌克兰要靠外援才有军备啊，俄罗斯的军备是靠自己啊。战争最重要的粮食跟能源，它不缺啊，你的粮食能源都有困难了，就怎么去打下去呢？然后呢，好，下面有很多的这个欧盟的国家啊，我们挺你，我们要进场。那这边说有核威吓嘛，大家点起啊？怎么打呢？政治态度上，普丁现在是最被支持的这个俄罗斯总统嘛。那美国呢，自己本身是在叮叮咚咚嘛。然后欧洲的这些国家，哪一个是在稳定中的？都即使执政，大概我看除了意大利以外，我看也都是叮叮咚咚啊。那乌克兰更不用讲，是风雨中的这孤儿都，所以怎么搞下去呢？对吧？这澳元来，我们讲资源好了。今天俄罗斯再怎么大的压力，它有能源，它有粮食，它所被希望制裁的东西。有一个叫背靠队的朋友，全部可以供应，对吧？那你呢？你什么有呢？所以呢，在博弈里面，俄罗斯是主角啊。更可怕的是，你乌克兰跟欧洲是配角，都谈了大半天，美国跟俄罗斯谈，理都不理。然后乌克兰在旁边挂嘞，你蛋哪里嘞？这种命运，你不觉得有一天不小心，台湾也会走上这样的命运吗？我们真的不忍心看到。他把自己责任心把自己逼到墙角，逼到悬崖边了。你不觉得台湾现在也慢慢正在把自己逼到悬崖边吗？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要请苑老师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要请苑老师总结。我稍微谈一下哈，这个题目当中的话，我谈一谈川普的斯拉夫情节啊。川普呢，他这个3个老婆当中有2个，一个是捷克人，另外一个是斯洛维尼亚人。现在这个梅拉尼亚是斯洛维尼亚人，这个他第一个情节。另外的话呢，他这个大女儿很漂亮的，叫伊凡卡。我们从小读这个小说都知道，伊凡就是俄罗斯的名字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川普他有斯拉夫情节，否则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就是美国人怎么选出一个总统谈判谈成这个样子啊，这真的是不能理解。然后另外的话呢，就川普本身的话呢，好几次破产都受到了这个俄罗斯的寡头的资金上的支援，这个是他的。然后第3个部分的话呢，就是他自己的话，在第1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有个通俄门呐，通俄门当中，他跟普丁关系非常好，他在俄罗斯办过好几次选美啊，对不对？他自己本身来讲的话，那这些情节的话，一讲的话就讲通了。就是说现在的话呢，首先最惨的就是乌克兰。乌克兰惨呢？乌克兰惨并不是泽连斯基一个人惨，泽连斯基倒是方向明确，就是拼到底啊！但是这个本来乌克兰的话呢，就是说是川普是希望叫泽连斯基自己赶快乌克兰自己选举啊什么把他换掉啊，那个就是扎卢日内啊是这个大家声望比他高的，但是扎卢内的话呢不敢选了。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国际间很多人在关心他现在人还好吗？这个是已经到了菲律宾这个荷兰海牙法庭 ICC 这边的杜特地，因为呢，大家现在看到他好像身体有微恙，大家就想问当时到底他是怎么被抓走的？结果呢，他们 ICC 的文件揭露了，是菲律宾政府配合这个逮捕令，策划去抓杜特地的。好，本来呢，政府官员都一直讲说啊，我怎么会知道啊？那个是国际间的事情，结果现在人家自己国际刑事法院的文件就讲了，你们根本就有跟我们先磋商过，然后配合我们来做逮捕的嘛。那所以呢，到底算不算是政治上面的一种斗争？小马可是之前跟大家讲，这跟政治没有关系，但现在他们的总统府跳出来说了，逮捕杜特地不是为了转移视线的手段。好，因为呢，这个杜特地的儿子就跳出来讲说，你们根本动机就可以，因为现在在审
预算，现在很多人对你的政府提出质疑，你们才会出这种烂招啊。这个是小杜特地呢，他认为这根本就是来危害他爸爸的。同时呢，他们也有人在讲说，他身边到底有没有叛徒啊？去香港那个团队到底有没有叛徒？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因为毕竟呢，那个时候说要逮捕他的时候，他人是在香港，但他后来还是决定要回来菲律宾。到底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他回到菲律宾之后，当天晚上马上就被送到海牙去了。他的女儿，也就是现在菲律宾的副总统莎拉呢，也马上就跟过去，但是没多久之后又回到菲律宾。好，原因是说呢，他爸爸跟他讲。你弄邓起啦！你们在这边要做什么？你们在这边呢没有用，你们要赶快回家去，不要再来这里了。除非你想要变成像我这样。好，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赶女儿呢？第一，如果真的是跟政治意图有关系的话，那你现在是我们家重要的支柱，你副总统啊，你要必须展开一连串的行动啊。另一件事情就是，你因为我的关系跑来海牙这边，那人家会讲说，你当一个副总统，为什么？因为爸爸一有事就离开，你的责任心在哪里？再要来到是怕说他在海牙被人家盯上啦。另外就是说呢，因为这一次指控他是那个时候扫毒等等的问题嘛，所以呢，那个时候他接了爸爸的棒，当了达沃市长之后，那会不会最后账也算到你身上？反正呢，其实做爸爸的就是为了要维护自己的儿女，以及维护整个家族的政治利益。那目前呢，基本上在莎拉本身，她其实也面临了弹劾，原因是因为呢，有人指控她说呢，她的办公室有秘密资金，然后呢，这里面有没有问题？那当然，这一些的讲法，莎拉的讲法都是说呢，他们是有合法的。那这一切就要指责的人、指控的人提出确切的证据。不过呢，在民间其实现在有一种讲法，就是未来有可能针对的是什么？是警察还有官员呐。这是来自于国际刑事法庭的一个律师助理，他们讲说呢，干脆对这些小人物提起诉讼，也许呢，这个案情的观看的程度会不一样，层次会不同。而另一点则是什么呢？说网络上面呢有人在疯传说面临了5项的行政诉讼，只因为说呢你是不是逮捕杜特地，然后呢觉得说这一些其实不合理等等的，就这样子被清算，或者是呢被指责了吗？目前其实呢，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政治氛围。在伊诺市这边呢，有人说去支持杜特地的蜡烛，但是呢，当地市长马上跳出来说，我们没有什么这样的仪式去支持杜特地。反正菲律宾目前就是分2派。好，可是即便这样，对外他们就一个目的而已。原因是因为呢，现在跟美国站在一起，那美日澳菲会变成另一个 squad， 另一个4方会谈，甚至呢要纳入印度还有韩国去抗衡中国。而且呢，因为现在还是要抗中嘛，所以呢，他们在中国领事馆前面呢就示威，要求要赔偿南海生态破坏的损失。以后呢，他们也要去南海这边做科学研究啊，或者他们也要去那边开演唱会啊，反正南海这件事情，他们持续在这个话题上面对中强硬了。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原因是因为呢，目前杜特地他的讲法就是孩子们通通回去国内，为他来做奋斗，主持正义。但是当时怎么被抓走的？原来小马可是政府是有配合的嘛？因为2019国际刑事法院要来调查。杜特地就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啊，对，那他是2022下台嘛，可是你不要忘了，杜特地卸任的时候，民调是81%，是菲律宾有史以来最高的啊。那第2名罗莫斯才65%，所以你就知道杜特地的民间声望是非常高的。那小马可是上台也没有回去国际刑事法院，没有可是他配合调查，所以这次搜证就是得到菲律宾警方的配合嘛，所以才下了逮捕令啊。可是问题是，国际刑事法院这个做法是有问题的。你哪有那么大的权力啊？通常刑事法院我去查了他的资料，他的2次的重大判决，一次是针对刚果内战，然后一次是针对那个波斯尼亚，遭到塞尔维亚的屠杀嘛，所以基本上都是。当事国的司法无法运作，他才会介入啊。菲律宾完全正常啊。杜特地这种案子为什么不能够由菲律宾所属的那个刑事法院来管辖？
所以中国大陆就表了这个态啊，就是应该这个叫补充性的管辖原则。就国际法院只有在补充性的时候，就是当事国没有办法有司法的作为，你才作为补充性的，你不可以越权呐。所以我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大概9月23号他要做一个判决啦。对，我认为他会自己下车，就无罪释放，他没有这个权利的。我跟你讲，但这中间会发生很多事那情在菲律我跟你讲，宾国内啊。那就是杜特地他的政治谋略成功，因为菲律宾5月12号要选举，其中选举那众议员全部都要改选啊，参议员12个，那还有地方选举，总共有8000多人啊。小马可是因为这件事，民调跌到20啊，杜特地现在民调是47，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杜特地所属政党的重大利多啊。所以我说菲律宾的政治啊，你不要从法律去讨论啊，它跟本国很像啊。充满了政治的阴谋啊！对，没错。你不要用法律去讨论，不是的。那王立强结果也没有啊。那韩国瑜就倒大霉啊？有追究吗？没有。我跟你讲，菲律宾跟是向心夫妇，菲律宾跟台湾真的很多这种事情啊，就是充满政治那边算计啊。你要这样搞我，我就故意接受逮捕，我看你敢判不判？那因为杜特地的名望还是很高啊，尤其达沃市，达沃市在沙拉之后又是他弟弟接。对，现在就刚刚讲那个，在他们家族下面治理20年了，已经20年了，所以那个南部的一上街哈。就跟我们台湾一样啊，南部的都热情如火，一堆人上街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小马可能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啦。你这个想的太天真了啦。我跟你讲，这个光是2个点哦，小马可就很累。第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主权？你为什么不在菲律宾审判？这说不过去。第二点，那个杜特地的小儿子也很厉害啊，他说。当年我爸爸对你特赦了你的爸爸，那结果你现在来清算我爸爸，我这样讲有点拗口啊。但他直接骂他忘恩负义，对，就是这样，这个菲律宾人听得下去啊。就老马可是当初杜特地是就让你回来啊，你现在要来清算我，这菲律宾很多也是传统的，就南部人哦，我们南部人不能接受啊。你知道吧？所以他这2点真的小马可是都受伤啊。第一个是主权派的，说我们菲律宾为什么要屈服在国际刑事法院下面？我们又不是国家大乱，又不是有内战，你这说不过去了，没错。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这个恩将仇报啊，我对你爸爸是这样，那你现在对我爸爸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选举，杜特地真的比那个小马可是要精明的多了。这个会变成沙拉杜特地的大利多，因为这个国会选举完，虽然说总统选举是2028，可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推力，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小马可是真的，反正就倒大霉了，就这样了。但因为沙拉杜特地他本身现在也面临一个弹劾案嘛，那这个弹劾案当然会跟未来国会组成的分子也会有关系，所以其中选举某些人认为对于沙拉来讲也是蛮重要的，也有可能就是老杜特地，就是现在在海牙这位杜特地前总统，他因为这样而这样做，来请教一下委员怎么看？这样子这个我们来看这一次的逮捕，菲律宾的荒腔走板到极点。首先菲律宾它不是这一个罗马公约的签约国了，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你的国际刑警国际刑事法庭是没有办法给予菲律宾的。因此呢，你要把这一个人要从菲律宾抓走，他除非最大的机构说，这个杜特地跑到一个他这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可以要叫做抓人的地方。那你到了不能抓呢，怎么办呢？所以这一个方法，那就是我菲律宾政府来协助把它给交出去嘛。那现在这一个问题来了，这一架飞机就直接停在哪里？停在菲律宾。然后呢，菲律宾政府把自己的前总统抓上了这国际刑事法庭的飞机，然后飞走。那站在菲律宾的角度来看，你的主权是什么玩意儿？你想想，你要轻易想出这一幕。假若今天杜特地的被遣送是源于他的司法体系决定逮捕了杜特地，
然后按照法律的程序，最后裁决要交给国际刑事法庭。那或许这个故事还勉强搭起来，可是下面一个问题来了，那你的国家都可以做裁决了，干嘛还交给国际刑事法庭呢？你看，这个是左尾不对，右尾不对，可以这么搞的，大概只有赖伦斯基以外啊，大家找不到第二个人。这除了台湾现在在搞罢免，这种你想不通的事嘛？哎，执政党在罢免在野党，的嘛，这我真佩服他到极点了。好，再过来呢，菲律宾呢，查到说用这个理由去找沙拉，有没有？那真的是凯撒沙拉了，我不骗你。菲律宾哪一个政治人物经得起检查的？至少我跟菲律宾的一些过去的交往了解里面，能经得起检查的只有2个，一个还没出生，一个是死掉的，大概这2个。而且理由是赌资哦，对啊，还不是贪污哦。天哪，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啦，它将来会付出蛮大的一个代价啊。这个马尔斯绝对会付出一个代价，因为他玩了这一个，让所有的对法律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不以为然，就是我们讲的中上选民呢会不以为然，然后情感的角度来看呢，那更不以为然了。所以你看了他的两个孩子啊，这个莎拉就纯粹从主权的角度跟你谈这个问题，然后呢，他的儿子啊就纯粹从情理的角度跟你谈，说你爸贪了100亿美金，根本逃跑绕跑死在国外，我爸还让他荣归故里，对，那你今天来把我爸给抓到国外去，这什么道理啊？对，那什么时候会释放？我看不用等到判决了。刚刚提了，比如说波斯尼亚的那个案子，他是死在狱中，最后就判决无罪啊。对，是判决无罪耶。啊，那刚果那个案子也这样，在6月份判决有罪，然后没有几天上诉法庭啊，又判决他无罪啊。这也就是说，充满了戏剧啊，你看不出那个所谓的国际刑事法庭的那种权威性、独特性啊。所以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方式，现在呢，搞不好正在磋商中。快让他保外就医，有没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啊。然后呢，杜特地说我不走，等你判决再走。会不会我所有的事都因为菲律宾你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我将把我的一个亲身经历讲给各位听。这以前呢，到菲律宾去靶场去打靶。那靶场后面就有那个警官啊，他都在保护那个靶场嘛。那看我们打得很有兴趣啊。你知道那个警官怎么讲呢？他说：“你要不要？我这个帽徽很漂亮，可以卖给你。这警察帽徽。”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的什么可以卖给你？”到了最后把手枪拔出来说：“这个你要我也可以卖给你。”你的亲身经历，对，绝无虚言。不是他这个讲的太真了，他刚刚拔手枪的时候也摸了摸我，他这个可以卖，所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包含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讲什么绿电要从菲律宾搞过来？这里面的故事啊，所有台湾的黑道最好的地方就是菲律宾。逃亡的第一首选，不是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会被送回来啊，就菲律宾。然后所有台湾的枪支主要的来源在哪里？菲律宾。对，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还有以前那个移民被抓有没有？那个一面被抓，一面就去谈条件拉回来，所以以前会被打死，就是因为条件都没弄好的。是这样的菲律宾的国家，所以各位就把它当做一场戏看，但是千万不要台湾有一天变成菲律宾了。但是因为其实，在国际间，大家看的就是，毕竟它应该还是一个法治国家嘛。那所以呢，基本上他们内部有很多检察官对于这一次把人送出去，其实是有意见的。为什么不留在菲律宾这边？我们也可以来做这一些相关的审理。但大家看的是最后更多的国外的因素，原因是因为大家会问，背后真的有没有其他的势力介入？又或者是呢，菲律宾现在在南海这边持续抗中，然后呢又讲说是美日澳菲这新的 squad 还要加谁？还要加印度，还要加韩国来对抗中国。大家就会想问，所以小马可是现在还是跟美国走得近一些？请教苑老师。我觉得非常奇怪，我原来认知的四方会谈里面是没有菲律宾，是有印度的，现在变成倒过来了，说菲律宾准许印度跟韩国加进来，那这不要这个挂的话加了 S。是代表什么呢？我搞不懂，挂的本来就是四方的意思嘛，对不对？对啊，就这里头
但是我实在是忍不住要讲一讲，因为刚刚大家把杜特地被这个带到这个 ICC 里面讲成笑话片，我增加3个笑话了哈。首先的话呢，第一个的话就是杜特地那个时候他被抓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一场杜特地的造势大会啊！其实基本上讲起来，大家要了解菲律宾人的本身的性格的话，就这个国家基本上是有一点那种无政府状态，你知道？你那个渔民到那边话，一个小兵都敢把你船长干掉，他这个是非常凶狠的啊！就是说，那个杜特地被抓的话呢，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啊，自己人都吓了一跳，这么容易就过来了啊！他自己都讲不晓得他们的这个的管辖权会到这种地步啊！这个是第一点，他自己都吓一跳。所以这里头的话，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呢，我觉得那个杜特地坐的那个飞机啊。好像是私人飞机啊！从头到尾那个沙拉还抱怨那个sandwich好像不够吃啊，被抓上这个样子啊！所以沙拉另外讲就讲到主权的问题，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整个这个民众啊，尤其菲律宾民众，我每次都要强调这个观念，这个菲律宾在海外的人数多到菲律宾是这个最棒的家佣啊！哇，又会英文，又做什么事，又肯负责什么哇！他们送回来钱很多，那到了海牙门口，哇，几百人呢、啊！我跟你讲，你在台湾的，你这个赖连司机啊，他不管到哪去都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在声援他啊。这个菲律宾这个情况下，所以说，因为这个我感觉上啊，就是这里面我觉得不得不怀疑啊，小马可是听了原来的宗主国告诉他啊，要把杜特地抓起来，因为美国对于杜特地很反感。那杜特地曾经骂过那个奥巴马总统。就是什么 son of a BB 啊，就是这种。不要讲，不能讲，我讲 BB 啊，对不对？那 BB 就是纳坦雅胡了，就是说他最主要讲，不要再讲了，好，来您说，是，就我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是美国本身来讲的话要制造，没想到这完了小马可是就演了，小马可是演得很认真的，你知道吗？杜特地被抓的时候，马尼拉有7000个警察。抓一个自己愿意上手铐的人7000个，那么另外7000个根本都没做事情，这不好笑吗？对不对？他自己就上了飞机，而且从头到尾啊，就像你讲的，他也不愿意回来。你其实ICC 已经讲了好几次说，这个他没有这个管辖权，这个英文叫 jurisdiction， 他本身来讲的话就没有到这个地方，人家也不愿意惹这个麻烦。那现在的话呢，在海牙也在抗议，然后这个莎拉一下子哭啦，那个爸爸啊，本身呢，那就爸爸你回去吧，不要再来了。那个儿子也在讲说，哎呀，你对不起我家里啊，你爸爸都帮你埋了，现在把我爸爸埋到海牙去了，就是讲了一大堆的话。我跟你讲，这些话我们听起来觉得匪夷所思啊，就是在菲律宾人，我的朋友菲律宾人，他们菲律宾人非常非常喜欢聚会 party， 然后讲到任何事情的话呢，动不动就是讲到非常 emotional， 大家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啊，海报啊什么的一大堆。好了，你根本都搞不清楚。现在整个问题就是说，那小马可斯的声望还好，菲律宾是一任6年啊，干完就算了，对，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还到28年呢，这28年，但是我跟你讲，其中选举啊，那个基本上那个沙拉哈，我跟你讲，整个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沙拉在那个2个月前就突然冒出来一句话，讲说啊，如果我要是死的话，我已经按好杀手，把那个马克思家里全部干掉。那一阵子新闻是很惊人。我最后要讲，我觉得讲到菲律宾事情啊，好像在帮人家数家谱一样。就是2个家人家关系我这是在想，奇怪，阿基诺家族怎么没出来？好像搞来搞去就这几个家族没了。因为原因是什么？他现在的总统跟副总统的结合，当时就是一个家族政治嘛，所以就是说总统给你选，然后我女儿选副总统，就是这样讲好了。那现在之前讲的不算数，所以呢？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要把它当成一个菲律宾式的笑话来看待就可以。没有啦，现在看起来比较像那种亲情伦理剧哈，但是接下来会怎么样的发展？我跟你讲，菲律宾是有可能把它拍成电影的啦。大家还是希望说呢，他们可以就是回归正常，毕竟呢，这正常对于国家是比较好嘛。